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分享的书是马克·摘文所著的《美国海军陆战队如何培养无敌心态》。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的人，其中一些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然而即使他们获得了外在的成功、财富和名望，他们的内心可能仍然感到空虚和不满足。这表明真正的满足感不仅仅来自外部的成就，还需要更深层次的东西。有些人可能只有在面对生命中的重大挑战，比如癌症等疾病时，才会意识到之前的舒适生活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。这种危机可以唤醒人们，促使他们重新审视生活，重新评估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。通过面对困难，人们可以认识到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物，并努力追求更有意义的生活。并非每个人都需要经历如此剧烈的改变才能找到生活的意义。许多人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改变自己生活的方法和途径，而不必等待命运的重大变化。每个人都有改变生活的潜力，都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，取得更多的成就。很多人都忽视了自己的优点和才华。或许你以前从未关注过自己潜在的才能，但是这些潜力确实存在于你内心深处。作者将这种潜在能力称为20倍因子，意味着通过唤醒您的潜能，可以获得通常情况下20倍的效果。通过充分利用这种潜能，您的日常成就可能会增加到正常水平的20倍。在追求自己的成功和幸福的过程中，您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潜在能力。你有权利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努力。你应该相信自己的潜能，不要受社会和他人的束缚，自由地独立行动。今天的视频内部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仅通过回答这些问题，您的人生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；第二，让人生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终极方法。这些内容都非常重要，请务必看到最后。首先，让我从第一部分仅通过回答这些问题，您的人生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解释。您是否能够清晰地描述您对未来的愿景、激情、人生目标以及您所坚持的理念呢？您是否能够具体地表达您未来想要实现的目标？人生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以及您所持有的价值观呢？据说能够对这些问题给出明确答案的人并不多，但如果您不能对这些问题做出明确回答，那么您就无法真正理解自己。由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模糊不清，很多人陷入了困惑，浪费了时间。如果您的目标和价值观不明确，您就会迷失方向。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，就需要深入思考这些问题。因此，请尝试回答下面的问题：一、关于激情方面，您内心真正热爱的事物是什么呢？您拥有的与众不同的技能或才能是什么呢？什么事情能够让您全身心投入其中呢？如果今天突然得到一大笔财富，你会做什么呢？二、关于理念方面，在您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物是什么呢？为了实现这一理念，您将采取哪些具体行动呢？您的理念与您的激情有何关联呢？这些理念是否与您生活中的目标一致呢？您如何将自己重视的理念体现在日常行动和选择中呢？三、关于目的方面，您人生中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呢？您如何定义自己存在的意义和目的呢？今天您所做的事情如何与您的大目标相联系呢？您是否感觉自己正在走对的道路，还是感觉有些不对劲？请反思一下这种感觉。如果您的余生只剩下1年，你会做些什么呢？尽管这些问题可能有些繁琐，但认真思考它们对于人生至关重要。您关心的是什么？您的价值观是怎样的？您最终想要在人生中实现什么？如果您希望改变和改善目前的生活，首先需要认真思考这些问题，深入挖掘内心深处。通过面对这些问题，您可以唤醒内心的直觉和创造力。一旦确定了这些问题的答案，将它们写在手机备忘录等每天都能看到的地方。这样做有助于与内在连接，并引导您走向更加自觉的生活。回答这些自我探索的问题是理解自己、过上有意义、充实人生的重要一步。现在，让我来介绍一种被称为写作日志的方法。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技巧，
不仅有助于加深对自己的价值观等的思考，而且易于实践。写作日志是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记录成文字的过程，它可以是每天事件的记录，也可以是针对特定主题的注意力集中，用于整理思绪和表达情感等。无论是在纸上还是电脑上写字，都可算作写作日志。这是一种广泛采用的活动。据说，写作日志是一种极其有效的方法，能够加深对自我的理解，减轻压力和焦虑。世界各地有许多人都在实践这种方法。通过写作日志，您可以整理头脑中混乱的思绪和情感，从而更清晰地理解自己的感受。此外，记录负面情绪往往会减轻心理负担，带来放松和宁静的感觉。写作日志不仅有助于加深思想，还能帮助思考具体的行动和解决方案。虽然写作日志在面对自我反省时与冥想有些相似，但它使用文字来形成具体的思想，有助于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和解决问题，因此更适合现代生活。写作日志的主要好处可以大致分为5个方面。首先是自我理解，通过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写成文字，您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自己。写作日志是将情感和思想具体化的过程，通过这个过程，您可以更容易地理解自己为什么会有某种感受或想法，以及这些感受或想法背后的原因。像之前解释的那样，激情、理念和目的往往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浮出水面。其次是减轻压力，写作日志可以帮助您释放情绪，从而减轻压力和焦虑。通过将情感记录下来，您可以减轻情感的负担，获得精神上的放松。再者，写作日志还有助于解决问题。通过写作来思考问题或挑战，可能会使您从新的角度看待问题，并找到新的想法或解决方案。此外，写作日志还有助于提高记忆力。通过记录日常事件和所学内容，可以加强记忆。写作日志是大脑的主动过程，通过再次处理信息来加强记忆，这对于学习和记忆重要事件特别有用。最后是提高想象力，通过自由写作，您可以激发创造性的想法，可能会产生新的想法或创意解决方案。接下来让我具体介绍一下应该如何进行写作日志吧。首先是准备工作，准备一本笔记本和一支笔，或者使用你喜欢的其他工具，如电脑或智能手机。可以使用文本编辑器或专用的写作应用程序进行记录。选择您熟悉的工具很重要，无论你选择哪种工具都可以。第二，养成每天抽一点时间进行写作日志的习惯。选择一个安静、干扰较少的地方进行写作是最理想的。写作需要集中注意力，如果有干扰，可能会影响效果。在每日事先规定的时间进行写作，可以养成习惯，并最大化效果。第三，您可以选择集中在特定主题上写作，也可以随意写作。您可以写下自己的感受、体验和目标等任何内容。写作日志具有很高的自由度，您可以按照特定的主题写，也可以随意记录您想到的东西，特别是专注于您头脑中出现的想法，这有助于整理情绪并发现新的想法。第四，花时间回顾您写的内容，深入思考自己的想法和感情。通过回顾所写的内容，您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情感和想法，增进自我理解。以上就是写作日志的基本步骤。写作日志其实非常简单，只需将您的想法写下来即可。关键是不要想太多，让想法自由流动，不要强迫自己写作，而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，将写作日志视为与自己对话的时间。下面是几种不同类型的写作日志。自由写作是指在不考虑思维的情况下持续写下去，这有助于整理头脑中的思绪，并减轻压力。自由写作是一种不加编辑、自由流动的写作技巧，有助于整理头脑中的想法和情绪，减轻压力。感恩日记是指每天列出您感恩的事物，这有助于增加积极情绪。通过每天记录感恩之事，您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积极的方面，提升幸福感和满足感。
目标设定日记是指记录目标和梦想，并考虑实现它们的具体步骤。通过明确写出目标，并计划具体行动，可以提高实现目标的动力。日记型写作是指记录日常事件和经历。记录日常事件不仅有助于回顾自己的生活，而且有助于加强记忆和巩固所学内容。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适合自己的写作日志方式，不需要掌握所有的方法。重要的是不要勉强自己，珍惜与自己对话的时间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让人生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终极方法。要培养注意力，需要将心思集中在喜欢的事物和思想上，这就是冥想的方式。冥想通过关注内在因素来避免受到外在因素的干扰，保持心灵的平静和稳定。通过冥想，我们可以选择有益的事物，摒弃不必要的事物。通过唤醒和增强注意力，检视心灵的品质，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。相反，如果没有控制心灵和提高注意力的技巧，就会容易受到负面情绪和思维的困扰，如焦虑、愤怒、嫉妒等。此外，外部因素如他人的意见、评价、期待和压力也会对我们产生影响。因此，摆脱负面思维的影响，集中精力在积极思维上是必要的。积极思维可以增强信心和动力，促进问题解决和创造力的发挥。作者从禅修之旅中学到的重要教训是，任何人都能够控制自己的心灵。禅修是一种通过冥想和修行来寻求觉悟和真理的宗教哲学。所谓内心的平静状态，指的是内心的思绪、情感和想象都静止下来，化为一片空白。在这种状态下，心灵变得平静安宁。而当内心再次活跃起来时，我们就能够客观地观察这种活动。我们能够将自我与思维分开，意识到我们是在观察思维，而非被思维所定义。思维给予我们关于自我和世界的各种信息和意义，但它们并不总是真实的。若将自我与思维等同起来，我们会受到思维的限制、偏见和误解。然而，通过观察思维，我们能够意识到思维只是一种现象，而非自我。我们能够意识到自我比思维更加深广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坐下来静静的冥想可能看似不可能，更不用说客观地观察自我思维。然而，若能坚持冥想，我们会逐渐意识到那片空间的存在，意识到思维与观察者之间的空间。不要着急，请持之以恒地实践下去。在进入冥想的具体步骤之前，我将介绍一项非常重要的冥想技巧，那就是所称的金鱼缸技巧。金鱼缸技巧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，因为它可以同时能够体验注意力、觉察、印象、想象。让我来具体介绍一下如何操作。在心里想象自己的头变成了一个金鱼缸，里面充满了浑浊的污水，代表着头脑中的负面思维和情绪。然后把呼吸想象成一种过滤器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慢慢呼出。每一次呼出一口气都像是净化一样，逐渐清洁头脑中的污水。通过意识到呼吸，可以放松自己，控制自己的身心。随着继续进行，你会感觉到头脑中的水逐渐变轻，自己的心开始平静下来，进入积极的状态。确认呼吸了10次后，水几乎清净了。再呼吸20次后，它应该清澈见底，就像一个清澈的泉水池一样。想象头脑中的水清澈透明，此时你会意识到你所见的一切都是无心的状态。这种状态的心灵没有被思维所污染。尽量保持这种无心状态，您将能够充分享受它带来的益处。通过继续使用金鱼缸技巧，您将理解无心状态是什么，以及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，从而开始感受到它的价值。但要注意，最初保持这种深度状态是非常困难的。一旦开始思考什么事情的话，心灵就又会像金鱼缸一样变得浑浊。但是如果变得浑浊了，就努力净化它，即使无心状态被打破，也不要着急，再次进行呼吸法。这个技巧非常简单，对吧？
现在你已经理解了金鱼缸技巧，让我们开始详细介绍冥想的具体步骤。首先，找一个舒适的地方，坐在椅子或垫子上。冥想需要在轻松的状态下进行，所以舒适的环境和姿势至关重要。但要注意，并不是说任何姿势都可以，重要的是保持身体直立，避免不舒服的感觉干扰内心。保持身体直立可以让呼吸更加顺畅，增强冥想的效果。另外，不舒服的感觉会影响到集中注意力，要尽量避免。现在我们开始冥想。首先闭上眼睛，从脚尖到头顶仔细观察自己的身体。闭上眼睛可以切断外界的干扰，集中注意力在身体上，为与内心对话做准备。这可以视为感知能力的训练，通过独立感知身体或情感变化，加深对自己的认识。这里的感知能力指的是感知身体或情感变化的能力。通过提高这种能力，我们更容易接触到内在世界，更深入地了解自己，然后将心灵的目光逐一放在身体的各个部位上，停留一段时间，然后再移动到下一个关键点。每个关键点停留一呼吸，想象出明亮的光芒，将有助于激活能量，使其更加顺畅地流动。完成这个部分后，将注意力扩展到周围的环境，不仅是自己的身体，还要注意周围的空间和存在。感受身体周围和内部流动的能量，并试着感受与这种能量的连接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您可以唤醒自己是宇宙的一部分的感觉。即使在这个阶段，如果内心出现混乱，也无需担心。在冥想过程中，可能会涌现出不安或恐惧等情绪，但这是意识到内在世界的迹象。当出现这种情况时，只需将注意力转回身体或周围的空间，专注于呼吸或身体感觉，就能够恢复平静。这样您就能够避免被这些情绪所困扰，重新获得平静。冥想可能会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，但实际上却是出乎意料的简单。当然，除了这种方法之外，还有许多种冥想的方式。冥想并非单一方法，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至关重要。例如，您可以简单的坐下来，观察自己的呼吸，这就是呼吸冥想。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来平静心灵，只是观察呼吸和浮现的思维，不执着于观察思维的想法，只是承认它们的存在，并让它们自然流动。这也是一种合适的冥想方式。另一种方式是像禅宗冥想那样，通过集中注意力的方法，一边数着从1到10的呼吸，一边留心各种思维的涌现。数着呼吸可以增强集中力的效果。当有想法浮现时，将其留存在心中，然后释放它，回到起点，再次数呼吸。为了不被思维所困扰，放下它们是至关重要的。此外，与大自然接触也是平静心灵的绝佳方式。在自然的音色、香气和色彩中放松自己。如果你喜欢运动，那么长距离跑步、游泳或徒步旅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运动可以缓解压力，提升心情。在运动中，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和感觉上，也能够进入一种冥想状态。冥想有着千差万别的方式，只需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，坚持不懈地进行即可。请尝试各种方法，直面内心。除了冥想，我们还应学习力量宣言的技巧。您是否曾经有过无法停止的负面思维？负面思维会降低我们的表现，因此摆脱负面思维，培养积极勇敢的思维至关重要。本书提到了饿死恐惧之狼，喂养勇气之狼的理念。将负面思维转变为积极思维的方法有以下4点：1. 要认识到负面思维； 2. 利用有力的语言及力量宣言来阻止或停止负面思维； 3. 通过内心的低语和想象，将注意力集中到当前目标上，使心态更积极； 4. 通过重复口号来保持新的精神状态。力量宣言的作用在于给消极的心灵带来冲击，让它重新平静下来。力量宣言就是通过自言自语来改变消极情绪，
尽管在大脑中或思维停滞时，这些话语也会有效果，但来者不拒，我能应对或再努力一把等积极的力量宣言更为推荐。这些话语会赋予您信心和勇气。此外，自己创造的力量宣言更为有效。找到适合自己的话语至关重要。喜欢的漫画或电视剧中的台词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如果能够沉浸其中，感同身受，效果会更好。尤其是那些充满力量、触动心灵的话语，通过强烈的情感表达，会更加有效。然后每天坚持使用，养成习惯，思维就会自然的改变。通过不断使用，最终会在潜意识中形成一种无意识的反应，这就是一种无意识中停止负面思维的技能。一旦掌握了这个技能，您就会变得无往不胜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力量宣言只是暂时阻止负面思维，不能保证永远让它不会出现。只有当您的心态朝着积极思维转变时，负面思维才会真正离开。因此，使用力量宣言停止负面思维之后，需要给内心灌输积极的新思维模式。此时，心灵仍处于一种空白状态，更容易接受新的思维模式。这里的重点在于制作并应用自己的口号。口号指的是那些能给自己带来积极影响的歌曲、节奏或谚语。比如，法国意志运动者埃米尔·库埃创作的口号：每天我都在各个方面不断进步。口号能够通过承认自己的成长和进步，以及对未来的期望，来增强信心和动力，并且通过大声说出来并相信它，可以让口号深入人心。因此，考虑制作那些可以灌输积极思考的口号，并时刻使用它们是非常重要的。一旦口号养成习惯，它们就会像心灵的背景音乐一样自然流淌。这样一来，心灵就能够保持在不受负面思维和信念束缚，不会耗费能量或降低绩效的状态中。关于口号，我认为使用自己制作的口号会产生更显著的效果，所以我建议大家尝试将自己喜欢的短语时刻挂在嘴边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